柴夫把柴火抵做饭钱，让伙计给他上2斤肉。见伙计扭扭捏捏不肯上菜，他干脆自己动手割了块上等猪五花。我看称的多少？厨子听后当即照做，没想到称出来的不多不少，刚好2斤。见识到这人的厉害，伙计赶忙吩咐厨子给他做菜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又走进来个渔夫，只见他用力将鱼竿插进地面，然后取下鱼篓，叫伙计把里面的鱼做成红烧鱼。很显然，渔夫也不好惹。伙计吓得只好照做。紧接着又走进来个屠夫，见他浑身脏兮兮的，伙计刚想拦下，见状屠夫立马掏出银子。伙计看见后顿时换了副面孔，然后他扭头就看见了面前的女侠，一脸猥琐的坐下跟女侠一桌，然后吩咐伙计将他的铁盆里倒满酒。可伙计使出吃奶的劲，却未能挪动分毫，无奈他只好将酒坛抱来，将酒缓缓倒进铁盆。屠夫为了在女侠面前装逼，当即端起铁盆一饮而尽。看见桌上被铁盆压下去的印子，伙计着实被吓了一跳。有酒没菜怎么行？他当即让伙计上些好菜，然后一脸淫笑地看着面前的女侠。这么多空桌子你不坐，为什么偏偏要坐在我这儿呢？大爷高兴，我爱坐哪儿就坐哪儿，就喜欢旁边有个小妞陪着。那我让你。岂料女侠刚站起身，旁边2个不怀好意的客人就扔过来几个飞镖，示意到他们那边坐。可女侠却没理他们，而是随便找了个空座位。此时她也发现了店里面的客人此时全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她，很显然是不怀好意。可女侠却仍淡定自若。这时刚好伙计来上菜，她正打算拿筷子，却被人用鞭子将其夺走。见状，伙计赶忙递上一副新的，他正准备夹菜，盘子里的鱼却被渔夫用鱼竿钓走。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再去给您煎条鱼来啊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这时屠夫又端着酒来找女侠的茬，非要跟她喝交杯酒。这下女侠忍无可忍，直接打翻了铁盆。臭丫头！哎呦，你真的以为我好欺负的？众人见状纷纷动起了手，而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，看似弱不禁风的小姑娘竟然能跟他们10多个人打得有来有回。最终众人被她打得落花流水。姑娘饶命，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到底为了什么？不说我宰了你！没什么没什么，我们哥几个是在这条路上做没有本钱的买卖，看姑娘是远方而来，想在您身上打主意。女侠一听原来是伙土匪，她当即就要为民除害。土匪被吓得连连求饶，说他们也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发誓今后一定金盆洗手，重新做人。女侠听后这才放过他。所以说不能光凭外表来判定一个人，看似柔弱的姑娘也可以是武功高强的女侠。事后女侠还用自己的银子赔偿客栈里的所有损失。不得不说女侠真是有勇有谋，侠骨柔情啊。